我真是瞎了眼了才嫁给你这个人，这10年让我受尽屈辱。你不是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去啊你！去死啊！她是我的妻子吴诗雨。当年为了她放弃了出国深造，我以为我选择了爱情，没想到选择的竟是一段地狱般的婚姻。你就是个废物，窝囊废！你别活了，赶紧出去，滚出这个家！他是我的初恋，当年我以为他是我的白马王子，没想到毕业后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如果婚姻能够重来一次就好了。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我重生了，回到了当初向他求婚的那一天。叶晨，你就是个废物，这一世。绝不会再让你耽误我的青春。怎么回事？刚刚还在亲吻，怎么突然就变脸了？他好像也重生了。诗雨，既然你不喜欢叶晨了，那你考虑下我好不好？上一世江夜这个富二代，大学追了我4年，我却没有珍惜。这一世，我不会再天真了。上一世，我为留在吴诗雨身边，拒绝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这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校长，我愿意出国深造。江夜同学，我喜欢你。吴诗雨，我希望你这一世过得更好。这一世，我一定比你过得更好。出国创业7年，我从勤工俭学在餐厅刷盘子开始，边读书边打工挣钱，最终创立了市值过亿的星辰科技集团，成为 AI 领域的国际巨头。除了喝酒，你还会干什么？怎么不喝死你啊？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你这个废物！你就是个废物，窝囊废！你活着还干嘛呀？去死啊！你这个废物！别活了，赶紧出去，滚出这个家！Why do you still stay? Promise not let you down.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say it. 只有没出息的男人才会天天给女人洗脚，不要你这种一事无成的温柔，你知不知道？上一世穷困潦倒，连自己的老婆都嘲笑我无能，这一世他应该会对现在的我满意了吧？总裁，这位吴小姐属下已经安排人去找，今天应该会有消息。总裁，不好了！顾婉婷、景依然、赵岩3位女神又来找您逼婚了。这3位姑奶奶真是阴魂不散。周总，你也和我离开。总裁，这3大女神都抢着要嫁您为妻，您还是赶紧选一个吧，要不然她们天天这么闹，我们的安保也顶不住呀。没有见到吴诗雨之前，我谁都不娶。你去拦着他们。是。跟我走。小哥，我出100万。
买你身上的衣服。什么？100万？喂，老婆，你知道劳力士吗？ Boys like to play. Fire. 哎，三位，叶总真的不在。叶晨，你出来！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我对你是真心的。叶总，请你出来见见我。我不相信你真的不喜欢我。把叶晨给我交出来，否则老娘一枪崩了你！诗雨，感谢各位来参加我的婚礼。诗雨，你可太客气了，能来参加你这个千万富翁的婚礼，可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学校可就江夜1个亿万富翁，诗雨，你的眼光真是太好，能不能教教我们呀？是啊是啊，诗雨当年选择跟叶晨那个屌丝分手，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江夜。现在看来，那可真是太明智了。叶晨，你看到没有？这一世没了你拖累，我过得有多好。你们跟叶晨最近有联系吗？叶晨，自从他出国后就没了音讯。之前听说有人说他在国外刷盘子。废物就是废物，离开我，过得连狗都不如。吴诗雨，吴诗雨，真的是你？叶晨，叶晨，今天可是诗雨的大喜之日，你就穿这个过来，寒碜谁呢？说不准这身衣服就是他最好的衣服。结婚还请前男友过来，怕不是余情未了吧？这叶晨混的也太搓了。叶晨，一别7年，离开我，你果然更没用。你们误会了，这衣服不是我。早就听说有些外卖员买不起工装，电车和衣服都是租的。老同学，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诗雨，你堂堂亿万身家的少奶奶，不会婚宴就点外卖吧？哼，废物，废物啊，废物！这个窝囊废，你怎么还不去死啊？活着干嘛呀？出去工作，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赶紧从我家滚出去！废物，废物，废物，废物！没用这个词，从我离开吴氏以后，7年来再也没有再听到过这样的用语，真是既熟悉又陌生。受够了吗？我告诉你们，我也不是外卖员，我的真实身份是星辰科技集团的。谁是星辰科技集团的人啊？老公，老婆，今天有星辰科技集团的贵宾来参加婚礼吗？我请帖给他们江州分部发出去上百张，至今还没有收到回复。老公，星辰科技什么来头？星辰科技集团是新晋首富的独资企业，市值万亿，如今刚刚入驻咱们江州。我们江家这些年啊，可都是仰仗星辰科技集团的海外订单，他们可是咱们名副其实的财神爷。请问哪位是星辰科技的贵宾？是我江家私营之罪。不必赢了，我就是星辰科技集团的贵宾，你曾经的情敌。是你，叶晨？你现在在星辰科技集团工作？没错，准确的来讲，我是星辰的科技的创始人、CEO 兼董事长，也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世界首富，叶晨。什么？你离开我成世界首富了？怎么可能？你之前不是在国外刷盘子吗？没错，吹牛谁不会呀？叶晨，你怎么证明你是星辰科技的老板？你想怎么让我证明？简单，星辰科技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叫什么？大中华地区的负责人是周东伟，曾经在总部是我的助理。虽然他管理能力一般，但是在这几年我的培养下，他总算是能独当一面了。什么？他居然真的知道周总？周总之前跟我提起过，他曾经确实当过星辰科技董事长的助理。我想起来了，星辰的总部就设在花旗国的首都，但是他的幕后老板据说就是我们大夏国的人啊。花旗国的首都，那不是叶晨留学去的地方吗？是啊，
而且叶晨大学学的专业好像就是 AI 领域的。星辰科技叶晨，不会吧？难道真的是他？叶晨要是世界首富，这周诗雨可就丢人丢大了。真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她老公江烨不过是江家的私生子，跟首富比起来，屁都不是。大家别听他胡说，叶晨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吗？他之前在国外餐厅靠刷盘子为生，怎么国外刷盘子都能刷出世界首富不成？也是啊，叶晨要是真有才华，吴诗雨怎么会不要他呢？叶晨就是一个碌碌无为、混吃等死、靠女人逼着才肯上进的一个人，谁会看上他？就算有女孩真的眼瞎看上他，也会家破人亡。叶晨，你要不要点脸啊？这么大的弥天大谎你也敢撒？信不信由你们。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欢迎我，那我就先告辞了。站住！叶晨，我看你就是想来我的婚礼上招摇撞骗，眼看骗不过了就想逃。我知道了，该不会以前是去星辰集团送过几次外卖，道听途说得到了点星辰集团的内部消息吧？哦，原来如此，我们真是差点让叶晨这混蛋给骗了。明明是个送外卖的，结果为了出风头就装首富，这也太下贱了！人渣，真是人渣！吴诗雨啊，吴诗雨，7年不见，你还是以前那副德行，你还是那么爱慕虚荣，鼠目寸光。如今的我已经是你仰望不到的存在，你很快就会知道你自己有多愚蠢。我呸！你早上尿尿的时候不照镜子吗？还我仰望你，你现在就是一坨臭狗屎，我低头看你一眼我都嫌恶心。叶总，叶总他怎么还没走？原来叶总是来参加他初恋的婚礼啊，怪不得。周东伟，我看你往哪儿跑！周总，刚才你骗我们上去搜，你竟然敢趁机溜走！说叶晨到底在哪儿？快说，不然我们一枪崩了你！别开枪，我说。3位部长来，叶总他就在里边参加初恋的婚礼。什么？叶晨果然在里面。他的初恋就是他。对，他叫吴诗雨，是叶总的大学同学。叶总这次主要是想给过去的感情做个了断。他做完了断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下一段感情了？没错，怪不得他迟迟不肯从我们3个之中选一个，原来是因为那个女人。不过他现在结婚了，我们就有机会了。给我备一份厚厚的重题，我要用它斩断叶晨的烂桃花。马上把我参加好莱坞晚宴的礼服拿来，我要艳压叶晨的初恋女友。马上给我查出吴诗雨的来历，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吸引叶晨的注意。叶晨，我知道你对诗雨还余情未了，这样吧，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子上，你只要开口求我们公司保安的名额我可以给你留一个。毕竟当看门狗可比当舔狗强多了。老公，咱们江家的保安都月入过万呢。叶晨，这不比你送外卖挣得多了？还不赶紧先呢？哎，对，快给江老磕头谢恩吧！吴诗雨、江烨，你俩还真是狗眼看人低。原本看在旧情份上，我还打算给你们2个新婚贺礼，顺便提拔一下江家。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提拔我们还送礼？今天到场的贵宾都送了礼，你呢空手而来，也是一个穷鬼，能送什么贺礼？星辰科技集团贺礼到！什么？星辰科技集团？国际巨星辛逸冉小姐送的是梵克雅宝限定版珠宝，价值3000万。3000万！
顾氏集团顾婉婷小姐送的是国宝龙凤呈祥锦绣图，价值5000万。5000万。女武神赵岩小姐送的是旷世双耀龙凤尊，价值9000万。9000万！祝江叶先生、吴诗雨小姐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天哪！简依然是国际影后，顾婉婷是顾家首富的独生女，赵岩是世界闻名的女战神。老公，她们不是大夏赫赫有名的3大女神吗？你认识她们？我确实认识他们，但是他们没理由认识我呀，更不可能给我送礼。这3个粘人精可真舍得下血本啊！他们一会儿不会来这堵我吧？我知道了，听闻他们3大女神都在追求星辰科技的董事长，他们给我们送贺礼，一定是我请求归属星辰科技集团的申请通过了。太好了，我们蒋家终于要发达了。老公，这么说，我们要被星辰科技集团收购了？对，太好了，只要我们被星辰科技集团给收购了，我看那几个弟弟还怎么跟我抢夺江家的控制权？老公，你太棒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恭喜江少能被首富看上，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老同学啊！是啊，是啊。客气客气。这梵克亚宝还真是不错，价值3000万。诗雨，我拿来给你带上。住手！这些东西不是给你们的，不是给我们的，难道是给你的吗？没错，景依然、顾婉婷、赵岩，他们3个从国外追我到国内，跟我多次求婚我都没有答应，这次又以我公司的名义来送贺礼，如果我收下了，他们又会纠缠不清。把这些东西都给我退回去！放你娘的狗屁！几个臭送外卖的小瘪三，还敢说3大女神追求你结婚，真是恬不知耻啊！江夜，你找死！叶晨，找死的是你！你就是一个废物，每天只知道吹牛做白日梦。我知道你就是看我过得好心有不甘，想冒充世界首富压我一头。可废物就是废物，想当世界首富，下辈子吧。吴诗雨，上一世我对你百般容忍，这一世不会再忍了。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贪慕虚荣的贱人！你家、江家，还有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我马上就会让你们知道轻视我的代价。这一次，叶总一定会选我，只有我们顾家和星辰科技集团才算门当户对。小丫头片子，叶总喜欢成熟的，我才是他的最佳人选。那可说不准，叶总喜欢的人是我，我温柔善良有才华，试问哪个男人能拒绝得了呢？既然这样，大家就各凭本事吧。先把叶晨的初恋比下去，之后叶晨选谁，其他人自动退出。一言为定。喂，叶总，我在万豪酒店1楼的婚礼大厅，你马上带人把这里给我包起来。喂，叶总，你怎么了，叶总？叶晨，你敢搅乱我的婚礼？我知道你就是看不惯我过得比你好。7年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亲口对你说一声，当年离开你是我做过最对的选择。他这是怎么了？我忘了，他酒精过敏，只要一点点酒精，呼吸道就会水肿，甚至窒息。哼，这就是报应。让他死在这儿，真是太晦气了。来人，把他拖出去喂狗。
看看谁敢动他！叶晨，叶晨哥哥，你怎么了？你不要吓我啊！瞎了你们的狗眼，还不快去叫救护车！叶晨，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呀？3位小姐大驾光临，真是让我蒋家蓬荜生辉啊！在下蒋烨，家不是……滚开！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们说话？胆敢再多说一个字，我让你江家明天就从江州消失！没看见叶晨已经受伤了吗？你这碍事的东西，滚远点！3位是不是误会了？明明是这个废物叶晨在这里闹事，他还冒充星辰集团。闭嘴！你算个什么货色，也配叫叶晨废物？星辰集团的总裁也是你们这种废物能接触到的。你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也配跟星辰集团提合作？简直是痴心妄想！江烨，收起你那可怜的自作多情。星辰集团从未也绝不会考虑与你或者你那个摇摇欲坠的江家有任何合作。你连给叶晨提鞋都不配。先送叶晨去医院要紧。你们江家就喜跟你脖子等死吧，这事儿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今天叶晨要是有个3长2短，我要你们在场所有人陪葬。季依然，你个骚狐狸，穿这么少，是不是想趁叶晨哥哥生病没定力？对，叶晨哥哥。小屁孩儿，滚回去玩你的过家家，大人的事儿，小屁孩少打听啊！赵岩，你个大冰块，能不能说2句话？你俩都得两败俱伤，我坐享其力。你们，周东伟，你说这推推攘攘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总裁，您也知道3位小姐也是为了照顾您，就是有点热情过头了。那是热情过头吗？那是想要我的命啊！赶紧给我联系其他医院，我要离开这里。那3位小姐怎么办？凉拌，只要别来打扰我就行。您准备什么时候离开？现在。现在？总裁，3位小姐等下进来见不到您会大发脾气的，到时候我顶不住的。不，相信你顶得住。老爷子看起来状态还不错，看起来恢复的也很好。老公，今天来看我爸，这病房里还有谁是值得你去教的呀？那3位，恒宝、快驰、万地3大集团10大权者，他们象征着江南省最顶尖的权势，手握着江南省商界所有人的生路。这么厉害？那你之前说的李森爷呢？森爷手握着是他们的生路。林总、冯总、徐总，江总来了。听闻江总得到了星辰集团的青睐，了不得呀！江总如此年轻有为，未来可期呀。对3位过散了。老公，你看，叶晨，施培，叶晨，这里是特护病房，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走错病房了，你们信吗？哼，装什么装？这是你能随意进出的地方吗？想要见识江南世家就直说，找借口下贱。你这样纠缠诗雨，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你们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怎么，顾婉婷他们3个前几天没找你们麻烦，又觉得自己行了？你，喂，诗雨，我和你弟被人给打了。是谁干的？你们现在怎么样了？是叶晨那个白眼狼，我和你弟在医院撞见他，让他还大学期间花你的钱，叶晨不还，你小弟气不过，说了他2句，他就把你小弟打了。你小弟他现在在骨科，疼得死去活来。诗雨，你可要给妈做主啊，千万不能放过那个王八蛋啊！好，你先看病，这件事我来处理。是你把我妈和我小弟打了。他嘴臭，我动了手，但是那是有原因。叶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那可是诗雨的家人，就算是有误会，也可以好好谈。你怎么能直接动手？你在妄加指责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搞清楚事情的始末？叶晨，你真是个下头男，当年就是因为你乱搞，我才跟你分手的。没想到你现在报复我的家人。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不堪，你就没有想过一点原因吗？不管什么原因，都不是你打人的理由。你现在去骨科给我妈妈和小弟道歉。道歉？要道歉该是他们给我道歉。叶晨，怪不得诗雨在大学跟你分手，你果然是烂泥扶不上墙啊！走。今夜江南省名流齐聚，省下森爷也要来医院探户，你擅闯进来就是死路一条。诗雨让你道歉是不想事态闹大，给你指条活路，可你却还是不知好歹。我还不需要他来给活路。至于李森来医院，我100%确定他不是来看你爹的。厉害呀，厉害！你还真是自信放光芒啊！哼，这就是那个在上学期间追求蒋总夫人的废物，敢在这儿大放厥词，真是不讲活的。你疯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不知死活的东西，胆敢冒犯森爷，跪下！要我跪？你还不够资格。邦宝集团的董事长不够资格，那再加上我快神国际的掌权人，够不够？不够。哎呀，真有意思。那照我万地一个，怎么样？哼，差得远。你也想清楚你在说什么？那3位可是湘南省最顶尖的权势，他们一句话就能断你生路。你难不成要捅破天吗？那又如何？道歉，立刻给他们道歉！我说了，他们不配。叶晨，你找死别搭上我老公。既然如此，再加上我江州江家呢？江家？不错，今夜不仅代长星辰集团的森爷会来，更有紫光楼的大人物亲至，而我江家可直面那位大人物，一步登天，同享殊荣。现在你觉得够了吗？据说那位于紫光楼中的大人物身居高位，是万人之上。能直面那位大人物，日后怕是要横行江南省的。你江家又算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此时此刻在场的诸位都想以压我为荣，但不好意思，你们都不够格。好，放眼整个江南省，你是唯一一个敢挑衅顶尖权势的人。既然你想与整个江南省为敌，那我就成全你的勇气。叶晨，让我好好看看你今天是怎么死的。来人，打断他的腿，让我看看敢与整个江南省为敌的骨头到底有多硬。住手！独言无状，这事情你们不知他是谁？总裁，还不滚下去！慢着，叶先生，你是要保他吗？这不是你该关心的问题。
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立刻道歉，为江家求得一条生路。你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抓紧时间向叶晨道歉，他就能灭了我江家？没错，厉害啊，厉害！且不说我江家今夜将直面紫光楼那位万人之上的大人物，但我江家基业在江南省都已经兴盛了几十年，不曾倒下。而我江家之上，还有那横卧整个江南省的座山虎李森森爷庇佑。除非是他有什么顶尖的身份，否则凭什么灭我江家？凭他这张嘴巴，你敢推我？他推你又如何？你前半句说的倒是没错，灭你江家，我只需要动动嘴，通知李森，让他现在带着江家家主给我滚过来。顾小姐，请。蒋家主客气。不枉我苦心经营半生，今夜过后，江家终是能一步登天了。一步登天？当年森爷驾临江南省，江家自愿归其麾下，一度被冯、林、许这江南3大世家视为笑柄。而今岁月更替，那3大世家只剩昔日余威尚存，对森爷棘手相拜。反观江家，不仅仅站对了队，更是有望借森爷之势，一度逼近江南省第一家族之名。江家主这是深谋远虑。顾小姐说笑了，和您比起来，江家还差得远。不知顾小姐可曾听闻紫光楼？当然，那是大夏最古老的存在，曾开疆拓土，镇守龙脉。不错，大夏紫光楼辉煌百载，与国同历，其每任楼主，即使是当今大夏紫禁城中枢，都要顶礼相待。只是不知为何，那位消失7年的楼主，而今他突然要出事了。医院那边都是在等紫光楼那位大能。不错，江家如果能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攀交机会，得楼主青睐，稳坐江南省第一家族。提前祝蒋家主万事顺利。看来是森爷等着急了。喂，森爷。江生，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我给你10分钟，立刻到医院去赔罪。若10分钟内我不见你人，今夜江家覆灭。赔罪？森爷，这到底是怎么回？备车去医院。哎呀，看来蒋家成不了江南省第一世家了。已经通知下去了。好，老公，再这么下去，叶晨会拖累我们的。叶晨，你还闹到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现在事态已经严重到什么地步了？你非要闹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才满意吗？闹？你的不可挽回指的是什么？星辰集团那笔200亿的订单吗？你再清楚不过，那笔200亿的订单对我江家而言有多重要。再闹下去，你也活不了多久了。江夜，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你在得罪什么样的存在。至于我的命，今夜我就坐在这儿，看看在场的诸位，谁能取我性命。好大的口气！小子，森爷来之前，你居然敢坐下，当真不知死活！钱、权没有到一定地步，不要丢人现眼，赶紧给我起来！你怎么能确信李森在我面前，我不能令他俯首跪地？放肆！你以为你是谁呀？真以为自己能力压全场吗？他的身份，你还不配妄议。你说的没错，纵览全场，尽如蝼蚁。在这无法无天！来人，来人！看你这生怕露怯，大放厥词，暗中排练了很多遍了。为了今天这出戏，你倒是没少下功夫。既然如此，那我就要好好看看你还能演多久。可惜啊，你也算是个人物，但是非要跟着叶晨寻死，不知死活的是你。这世上还无人能与他比肩。你倒是被他骗得不浅。我告诉你，
他就是一个被石宇抛弃的窝囊废，财富、能力、身份、地位，甚至是尊严都一无所有。说他是条狗，都是高抬他。正因为他一无所有，一事无成，离开了吴家之后，便没有了容身之地。不甘心被踢出，所以妄想以虚张声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惜啊，石宇早就看出他是滩扶不上墙的烂泥，便没有给他机会，早早就跟他分了手。所以你求而不得，怀恨在心，不仅打伤了石宇的家人，还背着石宇乱搞，更甚至在这政商云集的病房里大放厥词，肆意妄为，无非就是看不得我江家即将获得那200的订单，想毁了这场聚会。你自以为是的能力，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叶晨，你真以为在场这么多名流看不出你那卑劣的心思？叶晨就是个卑鄙小人，搞破坏的心思都放到明面上来了。吴诗雨，这么多年，你有真正的了解过我？你还怪起诗雨了？你还要不要脸啊？吴家养了你整个大学期间，你对得起诗雨吗？吴家的一切都是我给的，该说对不起的是整个吴家。够了，叶晨，你还嫌不够丢人吗？是我知道，我大学把你甩了，给了你沉痛的打击，但我也给了你相应的补偿了。可你呢？这么些年了，一点男人的责任与担当都没有。闭上你的嘴！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斥责叶先生？叶晨，你就只会躲在别人身后吗？你还算个男人吗？等会儿孙爷看到了，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江南省地界上混？说这么多，归根结底，你们所顾虑的还是那笔订单。叶晨，你诗雨，既然叶晨这白眼狼不领情，那何必再给他好意？今夜他已经捅破了江南省的天了，谁来都保不住他。星辰集团虽然在全国商业是个支柱，但是在江南省毕竟是个新秀，不是什么都能扛得起的。没错，商界中人最忌讳感情用事。周先生，我奉劝当断则断，否则大人物来了，只怕你吃罪不起。放肆！你们可知，周先生，这个窝囊废他是铁了心的要害你呀！你千万不要出头，他死了那就是死了，你代表的是公司，千万不要丢星辰的脸啊！就是，赶紧离开这个废物叶晨吧。叶晨，我知道你想利用诗雨的感情来挡事儿，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痴心妄想。今夜不论你做什么，诗雨都不会帮你半点。老公，你怎么能怀疑我呢？我对这个废物半点感情都没有。最好是这样。演不下去了吧，叶晨？你我身份云泥之别，我本不想自降身份与你比较，但是你今夜先是尊卑不分，冒犯全场，更是心思歹毒，引祸江家。整个江南省，他是容不下你这个败类了。留给你的时间还有3分钟。3分钟，不好意思啊，留给你的时间已经到头了。今夜我以江南省江家长子的身份，昭告诸位，下达通报，整个江南省将断叶晨生路，以儆效尤，以儆效尤，以儆效尤。此子身份卑贱，品行低劣，我江南省林家快驰集团愿与江家共同断其生路。小子，今夜过后，你不知死活的大名将会传遍整个江南省，这也算是你8辈子才能得到的荣耀。我江南许家万地集团复议，断其生路。风势恒宝也算其断其生路，断其生路，断其生路，断其生路。叶晨，这下你死定了，你彻底完了。叶晨，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今夜之后，江南省上下921行，你无一可入，无一可用。就算是要饭，也没有人会施舍你。你逃不出江南省，江南省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地了。现在还演得下去吗？
还有1分钟。你是说1分钟之后，森爷会带着父亲来到现场？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现在，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来人！你们好大的胆子！森爷，森爷，您来了，恭迎森爷驾临。我原本还想你慢慢体会绝望的滋味，但是现在森爷，你的下场只会更惨，是吗？不知死活！叶晨，你还不站起来？一定要一意孤行！我为什么要站起来？森爷已经到了，如果你能从他那里获取一线生机，其他人绝对不会给你逼上绝路。但如果你还坐在这里惹怒森爷，你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吴诗雨，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眼瞎。今夜应是他们求我。叶晨，你到底能不能认清你自己？这几年你不思进取，一无所成。今晚这病房里的每一位都是你这辈子都仰望不到的高度，从你出生起就得仰望他们的背影。吴诗雨，你错了，人生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虽出身贫寒，但我有通天之能，不是你一介鼠辈能知晓的。你们是在做什么？哦，森爷，刚刚病房内安保有些疏漏，跑进一只老鼠。老鼠自寻死路之辈，森爷无需在意。我们这就命人把它处理掉。你们好大的威风！晚辈江夜，恭迎森爷。森爷，我父亲没有跟你一起来吗？江胜若能跟我一起到，对今晚的江家来说，倒是件难得的好事。可惜他没在。森爷这语气似是对我蒋家不满，不过父亲他迟迟不来，确实不妥。只是如此看来，先前的叶晨说让森爷带我父亲到场，就是彻头彻尾的装腔作势罢了。抱歉，森爷，是我的唐突了。主要是石宇那舔狗说你会带着父亲一块前来，我一时没有辨明真假，这才想问问你。吴诗雨的舔狗是谁？就是他，一个一无是处，在大学期间就被诗雨分手的窝囊废叶晨。因为被诗雨抛弃，所以心生怨恨，今夜更是以卑贱之身闯入这名流云集的病房，一度不把屋内众人放在眼里。是今夜汇集于此的江南省权贵于无物出言不逊，触怒全场，更甚者再三辱没森爷您的名讳。我们好言相劝，他却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落座这屋内首位高座，自诩江南省权势之巅，狂妄至极。不错。顾晚辈擅作主张，联合屋内众多名流下达通告，昭告江南省，断其生路。冥顽不灵之人就该这么处置，单是不定森爷这一条，就够他死10000次了。我等断他生路是他的殊荣，只是没想到森爷您现在竟然到了现场。好，好，好，你们做得好啊！森爷妙算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请您稍等片刻。我这就将他清理出去，以防脏了您的眼。清理？尽管该被清理的是你们。森爷，李森，叶晨，你疯了！你给我闭嘴！谁给你的胆子，敢直呼森爷名讳？森爷，别老子闭嘴！森爷，您这是滚开！完了，完了！叶晨，都是你干的好事！这下森爷彻底怒了，江月和冯家江城都被打了，你就等死吧！哼，这群蠢，还搞不清叶总当今的状况。等下李森爆出总裁的真实身份，看你们这群狗东西还敢不敢嘲讽总裁！江南省李森拜见叶先生，拜见叶先生。叶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森爷怎么会给一个废物下跪？李森来迟，还请叶先生责罚。请叶先生责罚。
你要是来早了，我还看不到你李森麾下江南省的权贵有多大的威风。叶先生，此事罪责在我，我一定尽全力给您一个交代。请叶先生上座静观。他们说这椅子非你李森，非权势滔天，非万人之上不可坐。我要是坐的话，怕会引起众怒。谁敢？叶先生，请上座。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今夜不敬叶先生者，我会一一清算。森爷，你是不是弄错了？他不过是一个被时雨抛弃的废物而已，凭什么能得你如此器重啊？给老子住嘴！爸，你怎么？跪下！爸，别叫我爸，我江胜没有你这样的混账儿子。发生什么了？你还有脸问我？今夜你做了什么？你心里没数吗？我做什么了？枉我为江家倾注一切近半生，如今只差一步便能登天而上，直入云端。现在这一切全让你这个逆子给毁了！逆子，你是要毁我江家呀？爸，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相信我呀！滚开！森爷，今夜我江夜难辞其咎，愿受一切责罚。至于那逆子，其罪难赦，今夜起逐出江家，他的性命由您决断。你不能这样对我呀！江胜，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若10分钟之内你人未到，今夜江家覆灭。森爷，你来迟了。森爷，我江家这些年尽心尽力，您都是看在眼里的。森爷，求您再给江家留一条活路。叶先生，您看，如江夜所述，先不说今夜江家将一步登天，其家业数几十年不曾倒下，更得江南座山虎亲自庇护，如日中天，害怕没有活路。逆子啊逆子，这种话你怎么说出口的？叶先生，这逆子，您尽情发落，江家绝无二话。先前他说要打断我的腿，看看我的骨头有多硬，之后又号召全城要断我生路。对于江夜而言，我无非是一个无家弃婿，一事无成，尊卑不分，理应当诛。现在交予我发落，我怕是没有这个资格。江家人，若换作是你，你觉得该如何？你江家真是好大的威风！江家保不住了，是你，都是你这逆子，将江家推进深渊，让江家万劫不复。不可能，这不可能是真的。没什么不可能，这就是你的选择。我说吴家能有今日，是仰仗于我；我说星辰能进军江南省，是受我的意；我说我来医院是看病；我说他们想断我生路，还不够资格；我说我敢在李森面前坐下，现在你相信了吗？这几年你一直在隐藏身份，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你早告诉我，不会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信吗？全都放了！你一个被人抛弃的人，居然手眼滔天的大名，这不可能是真的！管好你的嘴！你再敢多说一句，我能要你的命！好了，老公，我们忍下，撇不过叶晨。不服！不知道你为什么瞒着我？这些年来，我倾注所有心血，拼尽全力，才有了今天的生活。你不能这么一句话就让江家倒了。吴小姐，你未免有些过于高看自己了。森爷，吴诗雨，我对你还是太仁慈了，让你没有认清当下的形势。你如果早点展现实力，我也不会。你所谓的权势、地位，对我而言不值一提。他说的倒也没错，你我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所以
道不同不相为谋。今夜过后，你好自为之。你们还有要说的吗？森爷，今天这个事儿是误会啊。误会？对，都是误会。今晚是江家和吴家一手挑起来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掺进来呀。话虽如此，但我们确实是有行事不周的地方。冲撞了叶先生，我冯天愿意向叶先生道歉。叶先生若还有什么需求，我冯家必尽全力满足，绝不二话。我也愿意为叶先生赔礼道歉，叶先生所有提出的要求全都能满足。对，再算是我江南许家，叶先生是我轻信了江家这个小子，请您见谅。求叶先生再给江家一次机会。原来是误会啊！那既然如此，我就不深究了。你们自断生路。叶先生，这太幽默了。是啊，这玩笑听起来别具一格。这不是开玩笑。叶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叶先生，您这个要求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怎么，你们做不到？叶先生，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您需要什么补偿的话，我们会尽可能的满足。豪车、豪宅、稀世珍宝，甚至是集团产业，我们都可以送给您。但是，让我们这自断生路。之前你们断我生路的时候，可比现在果决。那都是误会呀。叶先生，今夜江南省权贵齐聚一堂，你让所有人自断生路，等同于令江南众世家在江南省出名。有什么不同？我们敬您，称您一声先生，但是你得明白做事留一线的道理。如果你执意将事情做绝，只会平添祸患。各位，当真因为一句话就自断家族生路？江胜，你放肆！森爷，您为江南省坐山虎，江南省当以您为尊。但是他今夜所行之事，江南省几大家族容不下。你知不知道你们在跟谁说话？森爷，他都要逼死我们几大家族了，我们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他想要扫清众世家名门，这绝无可能。在场各位无一不是在江南省浮沉数十年的声名显赫之辈，根系深远，底蕴庞大。你有什么资格仅凭一句话就让我等自服？江总所言极是，我林家亦是江南省顶级世家之一，就单凭你一句轻飘飘的话，就想让我们自断生路？真爷，这件事非同小可，要是玩笑的话就罢了，但您若是非要当真，那我许家绝不会接受，冯家亦不接受。你们这是要造反！森爷，我们只是谋求自保，道歉和补偿都可以，但是自断生路，试问在场有谁能认同？我认同。你能得森爷敬畏，确实了不得，我江家自愧了。但是我还是要奉劝你，知进退，懂谦卑。若今夜江南众世家倾力相对，你接不动。你就这么确定？不错，我在江南省纵横53载，亲手将江家送到江南省世家最高处，即便抛开身份不谈，也自信有能力作为倚仗。而你抛开森爷给你的敬畏，又能剩下什么？倘若你真有能服众的手段，那为何不拿出来看看？好，我满足你这个好奇心。周东伟，在3分钟之内，让江南省所有大家族破产。我江家虽然比不过江南省顶级豪门，但是所攒的基业和底蕴，远不是你3分钟能磨出的。就算是森爷，也未必做得到。你错了，江胜。叶先生要动你江家，3分钟足矣。原本你自断生路，或许还能给江家留下一线生机，但事已至此，江家是真留不住了。森爷，您没必要如此维护他，这里可不只有我江家。我江南省林家愿与江家共进退，江南省许家愿与江家共进退。
江南省冯家愿与江家共进退。既然江南省几大世家愿意共患难，那就一并清算吧。是。看来你是执意要把事情做绝了。够了！你们屡屡冒犯叶先生，来人，把他们给我拿下！难道你为了他，当真要和江南省所有家族为敌？江南省的家族也配合叶先生相提并论。我等再不济，也是江南省中位居高位者。至于他，除非有什么顶格的背景，想让我们自断生路，这绝无可能。没错，绝无可能，绝无可能。江总，不好了，集团股价遭受不明狙击，情况危急，马上就要破产了。说什么？我苏倩的未婚夫要断你江南省世家的生路，有何不可？他是我苏倩的未婚夫，将要入我魔都苏家的男人，这份资格够了吗？魔都苏家，就是那个有着大夏境内第一家族之称苏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神秘的超级大家族为什么会出现在江南省？那小子竟然和魔都苏家有关，完了，真完了！没有什么不可能，他就是魔都苏家选中的人。魔都苏家礼到。魔都苏家赠叶晨叶先生定制百达翡丽手表1块，惠南不走地1辆，兜率宫天阙豪宅1套，苏氏100亿黑卡1张。初次见面，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心意，还请叶先生收下，不要嫌弃。苏小姐，你我初次见面，犯不着送这么贵重的礼物。魔都苏家，苏倩，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妻。老婆，他就是叶晨背着你找的姘头。未婚妻，微不足道，小小心意，这些见面礼的价值比我们江南省几大世家的总资产还要多。这就是魔都苏家的手笔。魔都苏家，难怪你会如此目中无人，难怪森爷会如此护你。这一次，是我江胜眼瞎了。郑家主，别这么叫我。今夜过后，江南省再无江家。我江胜愿自断生路，恳请叶先生高抬贵手，给我江家的晚辈们留些生机。知错能改，允你所求。谢谢叶先生。你们呢？我们也愿自断生路，只求叶先生给2位晚辈留一些生机。对，这些世家的清算就交给你处理，请叶先生放心。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聊一聊了？如果叶先生有兴致的话，今晚我乐意奉陪。此处嘈杂，我们换个地方说。劳烦叶先生带路。等等，你还有什么事情？他就是你身后的倚仗吗？是与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叶晨，你别再装傻，他就是你在外面找的狐狸精吧？真是可耻！你打我！不言不训，不打你打谁？再说一句。吴诗雨，苏倩是魔都苏家大小姐，你有什么资格打她？你再敢冒犯她一句，我不介意让吴家也尝一尝其他家族被断生路的滋味。叶晨，今天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很欣慰，你能凭着自己让四爷敬畏，凭着自己让世家退让。至少我曾经选中的男人没有那么差劲，可现在真让我恶心。你想说什么？的确，你今天晚上出尽了风头，让江南世家自断退路。放眼整个江南省，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种地步。但是那又怎样？你靠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你身后的这个女人罢了。无论今天晚上你耍多大的威风，你还是你，从来没有像一个男人一样凭自己的能力走上去。
你的想法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如果你想说的只有这些，那慢走不送。哎，叶先生，不知这位是？前女友。哦，原来如此呀。那我还要感谢这位小姐能把您让出来。她肉眼凡胎，哪能识龙？你们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就事论事而已。至于她的身份，远非你们可估量。不过呀，看在你一无所知的份上，我倒是可以给你透露一点点。不用，一无所成，永远站在别人身后的男人，我不感兴趣。那真是遗憾了，希望你别后悔。苏小姐，你贵为魔都苏家的千金，没必要在这种无能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你既然知道我是魔都苏家的千金，那请问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教我做事呢？你既然知道我是魔都苏家的千金，那请问你又有什么资格来教我做事呢？魔都苏家看人的眼光可没你这么浅薄。叶先生，走吧。好。装什么装？不过就是被扫地出门的垃圾，还真当做宝了。瞎子永远会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只有完美眼光的人才能牢牢抓住宝贝不丢弃。没必要跟这种人浪费口舌，过多的纠缠只会拉低我们的身份。走吧。没必要跟这种人浪费口舌，过多的纠缠只会拉低我们的身份。走吧。苏小姐，我可从未听闻，我还有位素未谋面、出身魔都苏家的未婚妻。叶伯父没有和你提过吗？叶伯父？你指的是我父亲？是啊，13年前，叶伯父和我外公为我们定下一份婚约。这是叶伯父当年留在苏家的信物。确实是那老家伙的东西。不过，这份婚约为什么是他跟你伯父签下的？你不是魔都苏家的大小姐吗？你的婚姻不应该是由魔都苏家做主吗？当年魔都苏家高高在上，又怎么会关心这种事情？什么意思？叶先生有所不知，我自小在外公家长大，直到3年前才被魔都苏家接回。原来如此。具体的事由说来话长，我们那就约个时间再聊。今天也不早了，我都可以，一切以叶先生为准。地方你定。这是苏家7星级贵宾卡，整个大夏境内只发行1张。所以，您拿着这张卡，江南省顶级的7星级酒店，皇家国际随意出入。叶先生若不介意的话，见面的地点就定在那里吧。好，这卡我收下了。好，那我先走了。叶先生，明晚见。明晚见。这位魔都苏家大小姐的目的藏得可真深。老家伙，你最好别是来给我添麻烦的。小子，你想找个胸大屁股翘的媳妇儿，我想是悬了，但没关系，我已经提前给你物色好了个小丫头，定下了一桩婚事。我谢谢你啊。我知道你看完上面肯定会想退掉这门婚事，但我得告诉你，这个婚你退不了。退不了？老公，这么晚了，你不打算休息了吗？不，我不甘心江家就这么没了，我要翻身，我东山再起。可我怕你的身子会撑不住啊。身体不重要，你安排人去星辰集团了？去了，星辰集团让我们等消息。都怪那个废物叶晨，如果今天不是他横插一脚，事情不会到这个地步。好了，不过是……喂，你说什么？星辰集团答应合作了？老婆，是星辰集团来的电话吗？对，星辰区开发的项目给我们了。真的吗？那个江家都没有拿下的价值200亿的项目？没错，这个项目是我们的了。太好了，那岂不是我们又有重返江南省顶端的机会了？先前叶晨那个窝囊废大闹医院，我都以为我们会丧失4颗，但最终这个项目还是我们的。
等我们靠这个项目登上江南省顶端，到那个时候，叶晨估计也被苏小姐给踹了。那个时候，他估计会回来求我们赏他口饭吃。他要是那样，我只会更恶心他。叶晨，只有自己能力卓然，才能逆风翻盘。这个道理，你永远都不会明白。苏家那老头与我与叶家有大恩，他的外孙女儿姑且算是配得上你，所以我和他立了婚书，戒指就是信物。确实是件麻烦事。兜兜转转，还是送回来了。这么多年过去，您还是没打算接受这枚戒指吗？没人比您更有资格戴上它。藏风了这么多年，是时候该放下了。欢迎楼主回归。带个信物而已，这里就咱们2个人，没必要那么正式。楼主，戒指就是死光楼的魂。从您当初平定边境、开疆土，整个死光楼都在盼着您能戴上这枚戒指，登位顶峰。如今有幸能亲眼目睹，难免激动。好了，我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已经查清楚了。苏倩，魔都苏家的大小姐，是18年前魔都苏家最为鼎盛的分支苏培盛一脉的后人。苏培盛不是早就……对，苏培盛早死，以他为主的一脉分支迅速崩塌，被魔都苏家除名。年幼的苏倩被苏家视为灾星，逐出家门。看来这个怨不小啊。3年前，魔都苏家争权尤为惨烈，几乎没有赢家。苏家上下大乱，反倒是远在外婆家的苏倩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她被接回魔都，稳定而居。苏家这不是有联姻的打算吗？争权致使苏家惨遭重创，苏家张老板希望尽快通过联姻恢复家族荣耀。只不过苏倩小姐对他的联姻对象十分不满，所以她才不远万里找上了我。她似乎并不清楚你在紫光楼当中的身份，只是把您当成了普通人。或许苏小姐认为，比起魔都世家的少爷，籍籍无名的您更好掌控些。不知道我的身份吗？那就有意思了。您要应下这份婚约吗？苏妾外公对叶家有恩，这份婚约又有戒指为证，正如老家伙所说，这婚约退不了，全当是报恩了。好的，总裁。小陈啊，这么晚了，没有打扰你休息吧？吴爷爷，您回国了？哎呀，是啊，这10多年没回来了。明天中午到皇家国际，我们一块吃个饭啊！我这老头子也好多年没有见你和诗雨了。吴爷爷，明天我还有些事要忙。什么？莫非是诗雨不让你出来？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懂事了。等她明天过来，你看我怎么说她。老爷子，其实我和诗雨……好了，小陈，你不要替他说话。这老头子我心里知道你的为人，你放心过来，明天我替你撑腰。时间不早了，我挂了啊。总裁，您当真要去见吴家老爷子？吴爷爷这几年视我如亲孙，这次见他，全当是告别了。通知李森，准备礼物，明天我要带着。是。楼主，您将登位的消息已经传回紫光楼，镇守各方的总长都想要见你一面，并且提议在魔都为你举办登位大典。您看，这个事先不急，就听这吧。好，听着。楼主，您今天是家宴小聚，我特意为您备了这瓶陈年精酿。陈年精酿？对。这瓶精酿是魔都镇守5年前从境外获得，是稀世珍品，窖藏100年，价值1000万。从境外带回来的，有心了。楼主，我送您。不用，你先回去吧。叶晨，许多年不见，你还好吗？是有些年头没见了，你也回国了？这次跟爷爷回来就不走了啊。准备去哪里工作？已经有工作啦，现在是快驰国际的部门主管。快驰国际？你还不知道吧？那可是江南省4大世家之一，您家名下的产业呢。
你还不知道吧？那可是江南省4大世家之一林家名下的产业呢。江南省林家呀？你知道江南省林家的大名？我见过他们家家主。你见过？哦，对，姐姐和我说，爸爸生病，和他结交的江南世家齐聚江州。你一定是跟着我姐姐去参加宴会，然后远远的见了林家家主一面，对不对？怎么样，顶级世家的掌权人是不是气场很多？印象不深，我只记得他求我给林家留条生路。大白天的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是真的。林家可是江南省最顶级的世家之一，就算我们吴家现在小有起色，也远不能及。纵观整个吴家，恐怕也只有我姐姐能和林家家主说上话了。听说你最近和我姐之间的感情不太好。其实我跟你姐……哎呀，你就别替我姐姐解释了。当初你们俩大学闹分手，给她打击很大，从那以后，她整个人就变得冷冰冰的。我倒是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能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男朋友，可惜怎么也找不到。你们俩不是还没结婚？要不你和我姐分手，然后来当我的老婆怎么样？曼曼，别闹。我现在在快驰国际，怎么说也是个小小的管理层，挣的钱也足够养活我们2个人。我人温柔，绝对不会嫌弃你。你这脑袋瓜里都想着些什么呀？你不想分手就算了，等你有空的时候多来陪陪我就好，肯定不会告诉我姐的。你真的不知道我跟你姐的事情？姐姐的事情从来不和家里人说，大家都不清楚她的情况。我刚才就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我姐欺负你，你就来快吃，我罩着你。好。月月，这位是？他是和我关系很好很好的朋友。哦，月月的朋友。你好，我叫张驰，万地集团的运营总裁。叶晨，不知叶兄在哪里高就？你是说工作吗？暂时还没有。哦，没有工作，那叶兄也是来皇家国际吃饭的？实在抱歉，皇家国际是江南省唯一一家7星级酒店。我看叶兄穿得这么寒酸就过来了，还以为是来酒店面试保洁的。失敬失敬。张驰，你什么意思？开个玩笑而已，我只是提醒一下叶兄，什么档次的场合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哦，不好意思，忘了叶兄没有工作，穿得这么寒酸倒也是没什么。这样吧，看在月月的份上，我给你个机会。叶兄，以我在万地集团的地位，给你安排一个保洁的职位，还是不在话下。张驰，我可以去万地当保洁，但是要提前问问许辉，他有这个脸。你敢对徐董不敬？你在说什么啊？那可是万地集团的董事长，江南省3大世家许家的一家之主啊。没事，你不了解集团的事情，看来你的级别不高。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许辉在我面前只配跪地俯首。这种话你都敢说？小子，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这句话传到徐董耳朵里会是什么下场？下场？怎么？他还敢再断我一次生路？你也配？就你这种货色，徐董只要一句话就能立刻要了你的命。小子，我劝你做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他现在都自身难保了，还有这么大的威力？小子，你这真想试试得罪徐董的后果？好了，张驰，叶晨是我的朋友，就非要这样针对他吗？月月，是他先对徐董不敬，我只是警告一下他而已。算了，我也没有兴趣跟你这种下等货色一般计较。看在月月的份上，我提醒你一句，有些话不能乱说，不然招惹了祸患，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是吗？那我倒想试试。好了，你不要再说了。张驰再怎么说也是万地的高层，你这样和他闹下去，没法收场。张驰再怎么说也是万地的高层，你这样和他闹下去，没法收场。他在纠缠你，而且你也很不喜欢他。是啊，烦死了。要不要我帮你把这个小麻烦给解决掉？别了，那也不用，我不想你因为我惹上麻烦。别担心，他还到不了给我制造麻烦的地步。那也不行。可是你……好了，这件事就此结果，不然我就要和你生气了。好，家宴要开始了，我们进去吧，爷应该马上就要来了。家宴，月月，你要带着这种人去参加家宴，有什么问题吗？月月，
有资格留在你身边的应该是事业有成、能力卓然的人，而不是这种一无所有的东西。你还要带着他去参加家宴，去见你爷爷。张弛，我想和谁一起去参加家宴，跟你没有半点关系。就算叶晨一无所有，我也乐意和他一起。我们走。月月，张弛说的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他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地位就很了不起了，对谁都态度恶劣。好，我不会往心里去的。这不是吴曼月吗？这才刚回国几天，就和这种穷酸货色勾搭上了。林菲菲，你怎么在这里？我来这里当然是为了陪我男朋友谈项目。反倒是你，吴曼月，平时在公司不是清高的很吗？怎么现在却一副饥渴难耐的样子？连这种穷酸货色都往皇家国际里带。林菲菲，你太过分了！不行，叶晨，不能动手。为什么？林菲菲是林家的大小姐，快驰国际的千金，她的男朋友来头也很大，我们惹不起的。嘀嘀咕咕什么呢？怎么被我说中无话可说了？宝贝，这大庭广众的，你好歹给这对野鸳鸯留点脸面。直白的说出来，他们这脸都丢尽了。哼，吴曼月，我还以为你有多高，到头来不还是这副下贱。嬴政的女儿是吧？管好你的臭嘴！叶晨，你怎么动手了？嘴太臭，污染空气。你算个什么东西？居然敢打我！小子，动手打我女，你想死是不是？他不是有意的，他不是有意的。吴曼月，你还要不要脸？睁眼说瞎话！他不是有意的，难道是我把脸送到他跟前，要他打我的？难道不是吗？你小子，我给你个机会，你现在立刻跪下给菲菲磕头道歉，我可以只废你一只胳膊，留你一条剑眉。至于他，倒还算有点姿色，就陪我和菲菲玩上2晚，不然别怪我赶尽杀绝。那我也给你们个机会，现在自断双腿，跪下向月月道歉。瞎了你的狗眼！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还给我们机会？谁给你的勇气？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叶晨，咱们别和他们争了，争不过的。就算是爷爷在这里，我们也只能向他们低头。别担心，今天我在这里，他们谁也动不了你。好，你有种，想死就满足你。慢着！依我看，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差不多就算了。本身也只是一场小冲突，没必要闹得那么大，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给你一个面子？不错，这位吴小姐是我的朋友，而且她刚才说的也没什么不妥，所以2位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她。至于她，只要你肯低头向我道歉，求我救你一命，今天这事儿我就能帮你摆平，怎么样？救我？凭你也配？好，好，好，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就自求多福吧。叶晨，月月，不是我见死不救，是这小子自己不知好歹。叶晨，我等会帮你争取机会，你先离开这里，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不用，你会死的。我说过，他们动不了我。月月，你还不明白吗？像他这种不知好歹的人留在你身边一点用都没有，还会变成累赘，给你招来无穷祸患。无论权势还是地位，他都远不如。权势地位，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在这儿上蹿下跳？你怎么说话？不怕告诉你，我可是万地集团的运营总裁。哼，万地集团的运营总裁原来就是个跳梁小丑。你是什么人？难道你不清楚万地集团在江南省的地位吗？他再清楚不过，告诉你，他就是许家大少，万地集团的少董许晨，而我就是快驰国际的副总林菲菲。林总许少，区一个运营总裁，平日里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现在敢叫我给你一个面子，你胆子不小啊！对不起，许少，我真不知道是你，我给您道歉，您千万别跟我这种小角色一般计较。有自知之明就行。是，许少说的是。月月，这2位可是许少和林小姐，你得赶紧跟他们道个歉，不然他们2家追究下来，咱们就完了。
不用道歉，该道歉的是他们。什么意思1分钟，立刻向月月道歉，否则后果自负。你疯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他们说话？那又如何？冥顽不灵。月月，你得赶紧跟他划清界限。他自己想死还要带着你，这诚心害你啊！不用。林菲菲，你想找我们麻烦可以，但叶晨是无辜的，只要你能放过他，我可以答应你的任何要求。哦，任何要求？月月，为了这么一个货色，值得吗？值不值得与你无关。既然你这么想维护这个穷酸货，那我就更不能放过他。哎，别这样，既然他都有了现身的觉悟，那就满足他。许晨，宝贝，我们两个可以一起跟他玩，等我们玩腻了，再把他丢给下人。反正他连这样的穷酸货都能看得上，我看。许晨，1分钟到了。许晨，1分钟到了。你敢打许少？疯了，疯了！叶晨，你先走。别怕，自身难保的是他们。想走，晚了。谁呀？喂，爸，我在皇家国际被人打了。什么？你被人打了？是谁动的手？一个不知死活的小东西，他完全没把我们许家放在眼里。发生什么事了？林伯父也在。对，他就在我的旁边。那你把电话给林伯父，菲菲有话要说。喂，爸，女儿被人给打了。是谁下的狗眼，敢动我林真的女儿？你等着，我现在就过去。走，带人过去一趟。资产清算的事情还没有处理完，我们得尽快把资产打点清楚，交由森爷，否则叶先生一旦不满，事情可就丁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不差这一会儿，我们江南省的各大家族虽然走向了没落，但也绝非那些臭鱼烂虾在他们头上撒盐。也好，事关日后家族脸面，确实是该做个表率，顺便也告诫一下那2个孩子，让他们最近行事保持低调。说得对，叶先生也答应过了，如果2个孩子的品行端正，就还一条生路，要不然恐怕就难保了。走吧。我爸和许家家主马上就到，你们2个给我等着死！许少，林小姐，我和他们2个不熟啊，待会儿2位家主来了，还麻烦2位替我多说几句，千万不要迁怒于我呀。尤其是他，先前还对许家家主出言不逊，简直狂妄之极，应当严惩。我知道，他跑不掉的。你觉得撇清关系，你就能自保吗？不早点和你撇清关系，难道和你一起等死吗？你今天要是能活着从这儿走出去，我给你跪下来学狗爬。好，记住你说的话。我呸！死到临头了，还在这装大尾巴狼。叶晨，爷爷的电话打不通，怎么办啊？别打了，我爸他们已经到了。吴曼月，今天谁来都保不了你。谁敢动我林震的女儿？万地集团运营总裁张弛，见过林董、徐董。是谁打的我女儿？站出来！是谁打的我女儿？站出来！爸，就是他，完全不把我们许家放在眼里。就是爸，你看我的脸都被他给扇肿了。今天你一定要弄死他，给我出这口恶气！不知死活！你放心，既然敢动你，今天整个江南省没有人能保得住他。来人，在，把那个动菲菲的狗东西给我拿下！林家主，事情不是这样的。整个江南省没人保得住林震，你都要破产了，你还有这么大的威风？林家还是这么威风？你放弃！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当着我爸和林伯父的面这么说话，你想活了？逆子，给老子闭嘴！
你干嘛打我？跪下，给聂先生道歉。说第2遍。去，在我车里把手提箱拿过来。是。叶先生，许家的资产还在清算中，许家一点心意，现金10万，希望叶先生赏脸收下。是啊，闭嘴！你倒是还比较识趣。现在他跪地不认，你看到了吗？您真见过叶先生？爸，你和许伯父都在干什么呀？怎么还给这个穷酸货跪下了？闭嘴！你个逆女，要再多说一句，就给我滚出林家！我，赶快跪下给叶先生道歉！道歉就不必了，林家大小姐的道歉，我这种小人物还受不起。叶先生，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逆女怎么能跟您相提并论啊？她跟我的朋友有怨，不仅出言侮辱，还屡屡针对，该怎么处置？我想你们心里应该清楚。自日起，将此女逐出林家，任其自生自灭。爸，你疯了！闭嘴！我不是你妈！逐出家族，她的命留不得。叶先生，你能不能……怎么？你对我的决定有异议？想要我的命？爸，你当真听他的话？把他带走。是。今后法落。放开我！放开！爸！至于你，叶先生，此子品性败坏，断不可留。我许家这就断他生路，逐出家族。你倒是干脆。拦入叶先生者，理应当诛。爸，你不能放弃我啊！我这就跪下道歉。闭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来人，带走！爸，叶先生，对不起，叶先生，我错了，叶先生。你也敢对叶先生不敬？你也敢对叶先生不敬？叶先生，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目光无人，是我自以为是。叶先生，叶先生，求您放过我，叶先生。你不是说他们2个到了，我必死无疑吗？是我眼瞎，叶先生，只要你放过我，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叶先生。你知道该怎么做。是。走吧，该去参加吴爷爷的家宴了。好。不送叶先生。叶晨，为什么许家家主和林家家主会对你这么尊敬？因为我能决定他们的生死。叶晨，为什么许家家主和林家家主会对你这么尊敬？因为我能决定他们的生死。又开始胡说了。许家和林家可是江南省最顶级的家族，能决定他们生死的，纵观整个江南省，也只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坐山虎森爷了吧？没错，李森见我亦会俯首。好了好了，你不想说就不说了，干嘛总是编出来一堆胡话？这可不是胡话，我说的都是真的。是，都是真的。叶晨，姐，你什么时候？你先进去，我有话要跟叶晨讲。好。你先进去，我有话要跟叶晨讲。好。吴总，有什么事吗？爷爷最近身体不好，我背着他跟江夜结婚的事情他还不知道，我不想他受刺激，希望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你觉得这件事情能一直瞒下去吗？等时机合适，我会告诉爷爷。可以。吴总还有什么事儿？今天之所以会开设家宴，是因为大伯的女婿会来，听说他身份不简单，你到时候少说话，否则惹了什么麻烦，没人保得住你，魔都苏家也保不住。这件事就不劳烦吴总操心了。
春平，你这女婿好大的架子，竟然我们这些长辈等他一个。嫂子，他是什么德行，你还不清楚吗？别提他了，免得扫兴。就是啊，大娘，叶晨现在狂得很，要是你惹他不高兴了，他还会打你呢。他敢？他要是真敢对我动手，我那大女婿能要他命。好了，贾燕吵吵嚷嚷，成何体统？小陈呀，来坐我旁边。谢谢吴爷爷，我先去趟洗手间。好，你先去。今天呀，我给你撑腰，不会刚来就有受委屈的道理啊。爸，他和你非亲非故的，你这未免也太偏心了。叶晨是你未来的女婿，是我的孙女婿，何来的非亲非故？可是爸，他可是雨妈，别说了，好好招待在座的亲戚们。你是不是跟叶晨分手了？是的，爷爷。你这个孩子，糊涂啊！爸，当初就是因为你一句话，要诗雨和叶晨结婚，那叶晨大学期间吃我们家的，用我们家的，一事无成，分明就是只会拖累我们诗雨的累赘。是啊，爷爷，我姐可是拿下了星辰集团的100亿项目，要不了多久就能成为全球顶尖的商业女王。那叶晨有什么资格和我姐在一起？不过一个混吃等死的窝囊废，爸，不至于此吧？这对吴家来说，分明是件好事啊！哼，你们懂什么？我说几年前，这叶晨为什么打电话告诉我，为吴家出手一次？他让我告诫你们低调做人，原来是为了保吴家延续啊！他伸出援手，他一个废物，能帮上我们什么啊？你们不清楚海外业务啊？那时吴家岌岌可危，若当时没有叶晨，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们吴家这小门小户的公司能在大风大浪里存活下来？什么？不仅如此，吴家国内的公司资金也是叶晨所赠。什么？吴家的资金是叶晨给的？他几年前就跟星辰搭上线了？这怎么可能啊？叶晨不过就是个窝囊废，怎么可能和星辰搭上关系啊？你们不懂啊，留住叶晨本就是我们吴家长久兴盛的关键，可是现在全都让你们给毁了。爷爷，话不能这么说呀，我们吴家现在也不差呀。爷爷，请你相信我，即使没有外人，我也能带吴家走向辉煌。喂，好了，怎么了？这个吴氏集团的合资方现在都终止和我们合作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现在所有的合资方都会发来终止函，再这样下去，我们吴氏集团资金链就要全断了呀！吴家终究是逃不过衰败呀。通知紫云楼及各方阵容备货，于半夜后送往苏倩外婆家，再以苏倩的名义为老太君贺寿。是。另外，发布诏令，我将正式接任紫云楼楼主之位。锦三楼主。